Hello，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回到我的频道。今天呢，想要跟大家分享的这支是万国飞行员系列马克18自动上链机械表。大家听到马克可能会很好奇，为什么叫马克18？马克其实没有特殊的意义，就是指标、标示的意思，这是马克的由来。那这款手表在1936年就是为了飞行员而诞生，它整体的设计灵感来源就是来自于空军驾驶舱里面的仪表板显示器。从1936年马克9问世以来，它当时就是专门为了英国的空军所设计，而且它当时还配备了旋转表圈，为了让飞行员可以方便的去记录它飞机起飞的时间。从马克10以及到马克11都是为了军人所设计。到马克11的后期，他才开始做了一些手表，供一般民众去选购。从那时候开始，基本上就已经奠定了到今天为止马克18的这个样式，而且它的流行程度从那时候到现在一直也没有衰减过。而且其实，在马克第一代问世的时候，他们就已经做了防磁设备，一直到马克12的时候，它就已经在右边3点钟方向加了日期窗。接下来看一下这款腕表，40毫米的表径，深蓝色的表盘，加上圆形的表圈。在3点钟方向，我们可以看到日期窗的显示；12点钟方向有万国的标示。在下方6点钟方向有这只手表，它的标记就是 Mark 18。那我们看到在阿拉伯数字的方面，就是承袭着以往万国飞行员系列的数字呈现方式，辨识度相当的高。在时针以及分针的显示一样是锥形设计，内部包含非常宽广的夜光涂层，让我们即便在非常昏暗的情况之下，依然可以读到时标。在表盘的下方显示的是瑞士制造。关于这个瑞士制造的话，我接下来会专门做一个影片，跟大家讨论一下什么是瑞士制造，就是到底要符合什么样的程度才叫做瑞士制造，才可以打印上这个瑞士制造的标记。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这个表壳以及表耳的抛光，它一样做的是雾面拔丝的抛光。然后在表圈的部分，我们可以看到它做的是亮面的表圈，所以这个手表在侧边以及正面看起来的话都相当的有层次，每个角度所折射出来的反射角也不太一样。那这只手表它的厚度是11毫米，所以男生女生戴都相当的合适。但这个表冠的话，它一样做 IWC 的一个复刻哈。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表链的部分，它表面的部分做的是5排亮面以及雾面间接抛光的一个表链。这个表链的话，我们可以看到1、3、5排做的是雾面拔丝抛光，第2排跟第4排做的是亮面的抛光，所以佩戴起来除了简约之外，又多了一番细腻。这个表扣的部分看起来的话，就是比较没有像之前所介绍的那么华丽，就是非常简单雾面拔丝的抛光，然后是一个折叠扣。戴起来的话还是相当的便利。那待会我们再解释一下这个表扣有什么特殊的。然后我们戴起来的话，它旁边有2个按钮，2个按钮同时按下去的时候，这个表扣才可以打开，也算是一个安全装置。扣上去的时候会有一个声响，整体还不错。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表扣有什么特殊的地方。中间这个 IWC 的地方呢，这个是一个按钮，这个按钮的话你是可以按得下去的，所以我们来试试看它按下去有什么效果。按下去之后，我们可以拉动表链。我们看，试按一下，这个表链按下去的时候，这个表链是可以前后做移动的。我们来看一下，我们换个角度试试看，我们等一下换个背后试试看。里面有很多微调的细格，除了你可以在外面调整表链之外，根据夏天或冬天手腕大小不同，你还是可以做一个调整。所以我觉得整体的扎实性以及佩戴感还是相当不错的。那我们在看表背之前，我们先来看看《小王子》的由来。《小王子》是法国一本世界名著，在20世纪的时候，它曾经被当选为法国最著名的一本图书，并且一共被翻译了超过250种的语言。作者本身呢，自己是在2战时期，也就是万国这款飞行员系列问世的时期，他当时记载着他自己的整个逃亡过程。他在逃亡过程当中写了这本书的手本，中间呢，他历经了种种的人性的表现，也成为了他创作的灵感来源。后来啊，甚至这个故事还一度被拍成了电视剧、舞台剧以及歌剧等等。因为整个故事的灵感呢，就是描述着一个飞行员的相关题材，
所以我觉得用在万国飞行员是再适合不过了。其实据我所知，还有另外一个品牌，他们也有用小王子在他们的产品之上，不知道各位观众有没有印象？就是万宝龙的钢笔，还有它的圆珠笔等等。有一个系列在万宝龙的笔当中，它就有一个系列就叫小王子系列。那这小王子系列跟万国两个有一个非常相似的地方，就是它们都是以蓝天色为基调，所以表现出来它们两个产品的精美以及背后的故事，我觉得都是相当值得去探讨以及收藏的一个东西哈。而且这两个品牌在这两个系列的产品当中，有很多的产品他们在销售之后，这两个品牌都会拿一定的资金去做一个公益的投入，所以不管是佩戴或者是收藏，我都是非常建议大家可以去考虑这两个产品的。那我们来看一下表背的整体设计。表背的整体设计看上去它是非常的单纯，却非常的不单调。它所呈现给我们各方面的讯息都来得相当的完整。那我们来一一跟大家稍微解释一下。在右手边所显示的是小王子系列的英文显示。然后左边显示的是60米防水，下方是机芯编号。那中间的话是小王子，他在这个故事书里面的一个图像，手里面拿的是一把剑，上面两个凹槽是可以你自己用工具去更换表带的地方，我们可以看一下。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个手表该怎么调整时间，因为这个手表它有60米的防水，所以它龙头做的一样是旋入式的一个龙头。那我们先逆时钟的把它转开，转到最后的时候它自己弹开，弹开之后我们先拉到第一格，然后我们可以逆时钟的转去调整它的日期，而且是逆时钟转调整它的日期，然后我们再拉到第二格，第二格拉下去之后，我们可以顺时钟或者是逆时钟双向的去调整它的时间。我做了一个最坏的示范哈，就是在9点到3点这个时间去调整时间，大家千万不要学习哈。这我之前还要听到一个都市传说，我这边试一下，大家看一下，大家看一下这个秒针，就是我在调整时间的时候，这个秒针是会跟着稍微转动的。那说只有真的表会这样，假的表是不会的，大家可以自己回去试试看。那这个龙头我们调完表之后就可以把它压回去，压回去之后一样施加一些压力，然后像转螺丝一样把它转进去。这个 screw down 框的一个龙头是这样的一个设计，很多潜水表是这样子的。这个表冠下面是有一个橡胶垫片的，所以你一定要把它手表完全的密合之后才有做到防水的效果，这个相当重要。整体表看起来非常的别致，上手的效果也相当的不错。我的手腕还是属于一般东方人的手腕大小，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上手的感觉。这手表其实男女戴起来都非常的合适，因为它的厚度只有11厘米，也算是相当的轻薄。蓝色看起来真的非常的神秘，非常的饱和，而且非常的漂亮。那马克18到这里就讲完了，大家可以看一下我拍的几张图片。我非常喜欢这只手表，希望你们跟我一样都很喜欢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，也请你为我订阅、按赞以及分享。接下来我会为大家分享更多手表的相关信息。祝大家阖家平安，百毒不侵，拜拜。